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離婚4年，48歲黃曉明再創事業新高度，親口坦言母親十分欣賞趙麗穎。2021年，黃曉明與楊穎官宣離婚，一句冷靜克制的聲明，為一段持續7年的婚姻畫上句號，也讓那場曾被稱為世紀婚禮的盛大儀式，正式成為娛樂圈的一段舊聞。當時輿論洶湧，有人惋惜，有人嘲諷，也有人斷言，黃曉明的黃金時代或許已經過去。可4年後再回頭看，這個判斷顯然下得太早了。如今48歲的黃曉明早已不再站在流量與話題的浪尖上博關注，他選擇了一條更慢、更難，卻也更扎實的路，在作品中一點點打磨自己，在時間裡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去標籤化。而近日，他在新劇《小成大事》的直播宣傳中，不經意間提到的一句話，卻意外戳中了無數觀眾的柔軟心事。我媽媽特別喜歡趙麗穎。雙引號，這一句輕描淡寫的分享，讓人們突然意識到，原來褪去喧囂之後，黃曉明的人生正在悄然變得溫暖而有力量。對黃曉明來說，離婚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情感節點，更像是一場被迫到來的人生清算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，他身上被貼滿了標籤：霸總、專業戶、油膩代表、情商、翻車現場。這些評價有些失真，有些刻薄，卻在網絡環境的反覆發酵中，逐漸覆蓋了他作為演員的本質。離婚之後，他沒有急着澄清、洗白，也沒有用新的戀情或話題轉移注意力，而是選擇了一種近乎消失的方式，把自己重新丟回作品裡。他開始大量推掉同質化的商業劇本，不再執着於男1號番為市場回報，轉而選擇那些有挑戰、風險高，甚至並不討巧的角色。在電影《陽光俱樂部》中，他飾演一位智力障礙人士，為了貼近角色，他主動增重30斤，刻意放慢語速，模糊表達邏輯，甚至長時間跟隨特殊人群生活，只為捕捉最真實的狀態。這一次，沒有濾鏡，沒有霸總光環，只有一個被生活反覆碾壓，卻依舊努力活着的普通人。當他憑借這個角色拿下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男演員，並成功入圍金雞獎最佳男主角時，觀眾才後知後覺地發現，原來黃曉明從來不是不會演戲，只是終於把力氣用對了地方。事業回暖的同時，黃曉明的狀態也發生了肉眼可見的變化，不再急着表達，不再過度解釋，不再執着於外界評價。他開始學會把注意力收回到生活本身。這種變化在小成大事的宣傳過程中尤為明顯。直播裡，他不再刻意製造話題，而是像個普通中年人一樣，聊拍戲，聊生活，聊身邊的人。當話題轉到搭檔趙麗穎時，他語氣明顯柔和下來，隨口提起了母親的反應。他說，媽媽是趙麗穎的鐵桿劇迷，追小成大事的熱情甚至超過了他本人。這一句話沒有任何炒作痕跡，卻讓屏幕前的觀眾集體會心一笑，因為那是一種長輩式的喜歡，樸素、直接，沒有目的性。更動人的是黃媽媽誇趙麗穎的方式，她沒有提顏值，沒有說流量，也沒有用任何娛樂圈慣常的溢美之詞，而是反覆強調幾個再普通不過的評價。規規矩矩做事一板一眼，骨子裡有股不服輸的勁兒。在他看來，趙麗穎身上有一種極為難得的品質踏實，這種踏實不張揚，不外露，卻能在長期相處中慢慢顯現。當黃曉明在直播中複述母親的原話時，趙麗穎當場羞紅了臉，下意識躲開鏡頭，還幽默地調侃：“那我還是先不出現了。”雙引號。
沒有營業感，沒有刻意配合，這種自然鬆弛的互動，反而成了整個直播最讓人記住的瞬間。事實上，黃媽媽對趙麗穎的欣賞，並非一朝一夕。早在中餐廳4中，趙麗穎產後復出，狀態尚未完全恢復。黃曉明在節目中對她的照顧，細緻到被觀眾反覆提起，安排輕鬆的工作，主動分擔壓力，在情緒低谷時給予安慰。而當趙麗穎得知黃媽媽生病後，也並未止步於一句客套的問候，而是主動幫忙聯繫中醫資源，細緻到復診時間、注意事項都一一叮囑。這種不張揚、不作秀的體貼，對長輩來說，往往比任何漂亮話都更有分量。如今兩人再度合作小成大事，為了貼近角色，一個減重，一個反覆打磨台詞。戲裡是並肩同行的搭檔，戲外是彼此尊重、互相成就的朋友。也正因如此，黃媽媽的那份偏愛才顯得格外真實。48歲的黃曉明正在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，不再需要通過婚姻證明自己，也不必靠熱搜維持存在感。他開始明白，真正的安全感來自長期積累的能力和穩定自洽的內心。事業上，他穩步前行；生活裡，他學會珍惜。這種狀態，或許才是他離婚4年後最珍貴的收穫。網友評論區祝福比緋聞更動人。這段直播內容曝光後，評論區迅速被溫和而真誠的聲音佔據。有網友寫道：中年人的體面，不是在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，而是把工作和生活都過好。雙引號。也有人感慨，能被長輩真心喜歡的女生，身上一定有過硬的人品。雙引號。更多人則送上祝福。黃曉明這幾年真的穩了，趙麗穎一直都值得被尊重，希望好演員都能被善待。雙引號。沒有拉郎配，沒有惡意揣測，只有對努力者的認可，對成熟者的祝福。黃媽媽那句看似隨意的誇讚，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，並不只是因為明星媽媽誇明星這種新鮮感，而是因為趙麗穎身上那種被長期驗證過的穩定性。在娛樂圈這個更新速度快得離譜的地方，趙麗穎幾乎是反潮流存在。她不是資源最好的，也不是話題最密集的，更不是一出道就被捧上神壇的那種天選之女。相反，她的職業軌跡甚至帶着一點笨拙的踏實。從最早被質疑圓臉不適合古裝，到後來被嘲沒背景、沒資本、沒靠山，趙麗穎幾乎把娛樂圈女演員可能遭遇的偏見全走了一遍。可她的應對方式從始至終只有一種：接戲、拍戲，把戲演好。也正是這種不聲不響、一步一個腳印的成長方式，讓她在與黃曉明、與黃媽媽這樣經歷過人生起伏的人相處時，顯得格外讓人放心。黃曉明和趙麗穎的合作被不少觀眾形容為意外的合適，不是那種靠顏值、靠 CP 感制造話題的合適，而是一種氣場和節奏上的契合。黃曉明經歷過巔峰，也摔過跟頭，知道什麼時候該收，什麼時候該放。趙麗穎一路硬扛上來，對角色、對劇本、對現場有着近乎本能的敬畏。他們在小成大事裡的狀態，沒有誰壓誰，也沒有誰搶誰，而是非常罕見的對等感。這種對等，恰恰是中生代演員和成熟青衣之間最難得的東西。也難怪不少網友感嘆，這種搭檔關係看着就安心。雙引號。回頭看這次引發討論的源頭，其實不過是一句再普通不過的家常話，沒有通稿，沒有精修截圖，沒有刻意剪輯。可正是這種不被設計的瞬間，反而讓人感受到久違的溫度。在一個習慣把人際關係異化成價值交換資源置換的行業裡，黃媽媽的偏愛，黃曉明的坦然分享，趙麗穎的羞澀反應，
共同拼出了一幅極其罕見的畫面，人與人之間不摻算計的欣賞。這也是為什麼網友的評論區裡幾乎看不到陰謀論，反而充滿了祝福。如果把黃曉明這4年的狀態總結成一句話，那大概是：他終於不用再證明我可以，而是開始認真過我想要的人生。他不再急着回到流量中心，卻用作品重新贏回尊重。他不再用感情填補外界期待，卻在平凡關係中收穫溫度。他不再試圖討好所有人，卻反而變得更讓人願意靠近。這種轉變不是突然開悟，而是被時間反覆打磨之後的自然結果。在這條新聞下面有一條高讚評論寫道：看黃曉明現在的狀態，突然覺得中年也沒那麼可怕。雙引號。還有人說，趙麗穎被長輩喜歡，一點都不意外，她身上有那種會讓人放心把事交給她的氣質。雙引號。也有人直接點破本質，比起誰和誰在一起，我更想看到演員把戲演好，把日子過好。雙引號。這些評論沒有獵奇，沒有窺探欲，反而像是觀眾與演員之間的一次溫柔對話。結語：離婚4年，48歲的黃曉明沒有被時間擊倒，反而在沉澱中完成了自我更新。他撕掉了標籤，站穩了實力派的位置，也在煙火日常裡收穫了溫暖與尊重。黃媽媽對趙麗穎的偏愛不是話題，而是長輩對優秀晚輩最樸素的欣賞。黃曉明與趙麗穎的情誼也不靠熱搜維繫，而是建立在專業、善意與長期信任之上。或許真正的圓滿從來不喧嘩，它只是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，被一句真心話輕輕照亮。